第一课：旅行中的挑战与成就。我一定会把这些建议记在心里，以备下次旅行之用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很高兴。旅行本身就是一次精彩的冒险。说到冒险，你上次旅行遇到过什么挑战吗？哦，太多了。有一次，我的行李丢了2天。听起来真让人沮丧。没有它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不得不购买一些必需品，这是一笔意料之外的开支。我能想象。你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？是的，我发现了一家当地精品店，里面有很多漂亮的手工制品。至少那次经历也有积极的一面。当然，我最终买到了独一无二的纪念品。您还遇到了哪些其他挑战？我也曾在没有地图的城市里迷路过。那一定是一次相当精彩的冒险。你是怎么找到路的？我向一位友好的当地人问路，他们非常热心。这真是让人再次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。没错，只要你好好请求，大多数人都乐意帮忙。我曾经在点餐时遇到语言障碍。糟了，你是怎么处理那种情况的？我只好用手指着物体，比划着我的要求。这真是个高明的策略。有时候，行动胜于雄辩。没错，虽然有点出乎意料，但最后我得到了一道美味的菜肴。那些意料之外的餐食，有时反而会成为最美味的佳肴。我完全同意。你最喜欢的旅行回忆是什么？在美丽的海滩上欣赏日落，真是太美妙了。听起来真令人着迷，我也想体验一下。你应该去，正是这样的时刻才让旅行变得值得。我会把它加入我的旅行愿望清单。第二课，做出改变。我迫不及待地想下周开始我的志愿者项目。太棒了！我相信你一定能取得优异的成绩。谢谢，我希望能够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。你肯定会的，你的热情很有感染力。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了，我想做好万全准备。这才对嘛，充分的准备是成功的关键。我也一直在了解社区的需求。你真是太周到了，知识就是力量。我相信了解他们的需求能帮助我更好地与他们沟通。当然，人们会感激你真心实意的关心。我希望他们感到自己被重视，他们的声音被听到。这是一个很棒的目标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认可。我计划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来吸引他们。听起来太棒了！有趣的活动可以打破隔阂。我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享受策划这些活动的过程。
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的，你的热情会感染他们的。我只想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温馨的环境。这至关重要，温暖的氛围能鼓励人们参与。我还需要记住，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故事。倾听与提供支持同样重要。我同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分享。这些故事可以激励他人，也包括你。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。你将获得宝贵的见解，这将丰富你的生活。我希望与他们建立长久的联系。这就是志愿服务的魅力所在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。我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经历。第3课，全球关注的问题。最近，我一直在思考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。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，是什么让你想到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的敌人似乎拒绝谈判，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堆积如山的导弹。这种心态令人担忧，它提高了所有相关人员的风险。没错，感觉就像下了一盘后果严重的棋。用国际象棋来类比很贴切，一步走错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拒绝对话。恐惧往往在这些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恐惧会导致事态升级，而不是解决问题。是的，这会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。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，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促进和平？公开透明的沟通至关重要，它有助于建立信任。如今，信任在国际关系中实属难得。的确如此，但小小的改变也能带来巨大的变化。你设想采取哪些具体的小步骤？开展文化交流或联合人道主义援助可能会有所帮助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让人们参与进来，就能使敌人变得人性化。没错，它提醒我们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全球大家庭的一份子。我希望领导者们能够考虑这些方法。他们应该这样做，对话能够为理解与合作铺平道路。想到其他选择，就令人沮丧。是的，但保持希望很重要。希望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时期。的确如此，我们进行的每一次对话都有助于传播意识和增进理解。我很感谢这次讨论，它让我有了新的视角。第4课，拥抱健康饮食。是的，我已经开始多吃水果蔬菜，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。太棒了！自从做出这些改变以来，你感觉如何？我感觉精力充沛多了，新鲜蔬果的效果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完全同意。你最近在吃哪些水果和蔬菜呢？我最近吃了很多浆果和绿叶蔬菜。
浆果是绝佳的选择，它们富含抗氧化剂。是的，我喜欢把它们加到我的晨间奶昔里。奶昔是增加营养摄入的好方法。我也喜欢吃胡萝卜条蘸鹰嘴豆泥当零食。听起来既健康又美味。你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新食谱？我上周做了份蔬菜炒菜，它色香味俱全。炒菜太棒了，它们用途非常广泛。没错，你可以用手边现有的任何蔬菜。说的太对了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调味料？我喜欢加些大蒜和生姜来增添风味。这些都是绝佳的选择，它们既能提升口感，又有益健康。我甚至开始尝试使用自家花园里的香草。太棒了！新鲜香草能让任何菜肴都增色不少。我同意。我种了罗勒和欧芹，它们闻起来太棒了。这些非常适合做意大利菜。你做过意面吗？我照做了。我在意大利面里加了新鲜罗勒，味道好极了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一定要找个时间过来吃晚饭。随时欢迎，我们可以一起尝试新食谱。我太喜欢了，和朋友一起做饭更有趣。当然可以，而且我们还可以交流经验和想法。是的，在这段健康之旅中互相激励，真是太棒了。祝愿以后能吃到更多水果蔬菜，享用更多美味佳肴。第5课：艺术与争议。看看这件作品，它将一些知名人物置于灾难的巨口之中。确实如此，这至少可以说是相当具有挑衅性。我想知道这位艺术家想通过这幅画表达什么。或许可以借此评论一下社会在危机期间如何看待这些数据。这合情合理，尽管这其中蕴含着诸多含义，但与会人员似乎都欣然接受了这一说法。是的，艺术能够唤起如此复杂的情感，这真是令人着迷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令人不安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生命。没错，它迫使我们直面那些令人不适的真相。我必须承认，那种淡淡的不愉快感确实挥之不去。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，它迫使我们反思。你认为这位艺术家是有意引起人们的不适感吗？很有可能，艺术往往旨在引发对话和辩论。我喜欢这部作品鼓励观众探讨棘手话题的方式。我也是，这提醒我们，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必须美观。你认为公众会有什么反应？我怀疑它会像大多数有争议的作品一样，引发争议。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它，而有些人可能对其提出严厉批评。是的，但这正是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的本质。
它能唤起强烈的情感。我想知道艺术家对这些反应有何感想。他们或许会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所引发的讨论。想到我们因此可以展开哪些对话，就令人兴奋不已。当然，艺术是通往更深层次理解的途径。我期待之后与朋友们讨论这篇文章。我也是。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观点会把我们引向何方。谁能想到一幅画作竟能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？第6课，节省时间的技巧。那真是个好的开始。你有没有找到什么节省时间的方法？是的，我最近开始使用任务管理应用程序，它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它是怎么运作的？它让我能够按优先级和截止日期安排任务。我正需要这个。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系统，我经常会忘记一些事情。如果没有妥善的组织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你还有其他保持条理的秘诀吗？我还会在日历中为特定任务预留时间。真聪明。所以，你是像安排约会一样安排工作吗？没错，它能帮助我集中注意力，并让我更专注于我的任务。我一定要试试。我经常被通知分散注意力。我明白了，工作时间关闭通知确实很有帮助。真是个好主意。我这就把手机调成静音，以便更好的集中注意力。你会惊讶于自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。你觉得还有其他什么实用技巧吗？我采用番茄工作法，这种方法是工作25分钟，然后休息5分钟。听起来可行。我可以坚持做任何事25分钟。没错，这些短暂的专注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。我一定会试试的。你是如何保持动力的？我会在完成任务后奖励自己，这能激励我继续努力。奖励是很好的激励方式。你通常会奖励自己什么呢？有时，一块巧克力或外出散散步就能解决问题。简单却有效。我喜欢这种方法。当你有所期待时，工作就不会那么令人畏惧了。我将从今天开始实施这些策略。我真为你感到高兴，你很快就会看到进步。谢谢你分享这些建议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第7课，政治抱负。一些人物在德克萨斯州以外的地方也广为人知，这很有意思。确实如此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希望他在2000年竞选总统？他有一种独特的个人魅力，吸引了很多人。个人魅力在政治中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。没错，人们往往会被个性鲜明的人所吸引。
但光有个人魅力并不能保证成功，对吧？没错，政策和愿景同等重要。我想知道他当时的竞选纲领是什么。他重点关注教育和税制改革等问题。这些都是能引起许多选民共鸣的重要议题。是的，他还有一种平易近人的魅力，让人感觉与他很亲近。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，让选民觉得你理解他们。没错，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普通人。这种亲和力可以赢得人心和选票。我记得有人说过他代表了美国梦。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人人都喜欢成功故事。但他的德州背景是否对他的魅力起到了一定作用？没错，德克萨斯州拥有独特的文化特色，引人注目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德州人的自豪感会提升来自该州的候选人的竞争力。没错，德州人往往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强烈的忠诚感。我想知道，如果他来自其他州，他的人气是否还会一样高？很难说，但地域认同确实会影响人们的看法。地理因素如何影响政治生涯？这真是令人着迷。没错，这提醒我们，政治中的背景很重要。我很感谢这次讨论，它引发了很多思考。第8课，探索高效锻炼方法。我一直在考虑尝试一种新的健身方式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你都考虑过哪些方面？还没完全确定。我听说高强度间歇训练很有效。确实如此，它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很好的锻炼效果。对于新手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当然可以，先从较短的训练间隔开始，然后逐渐增加强度。听起来可行。每个间隔应该持续多久？通常情况下，进行20至30秒的剧烈运动后，休息一段时间是有效的。我可以应付。你推荐初学者做哪些练习？波比跳、开合跳和登山跑都是绝佳的选择。波比跳听起来强度很大，它们真的像看起来那么难吗？它们很有挑战性，但可以同时锻炼多个肌肉群。我想之后我会很有成就感。你肯定会做到，挑战极限会带来丰厚的回报。我每周应该进行几次这种训练？开始时每周锻炼2到3次，并留出恢复时间。听起来挺合理的。那热身环节呢？开始任何高强度锻炼前，一定要先热身，拉伸是关键。我会确保把这一点加进去。还有其他建议吗？保持水分充足，高强度运动期间，水至关重要。我会把水瓶放在手边。好主意，这有助于保持精力充沛。
我很兴奋，能尝试一下。你会做得很好，记住要倾听你身体的声音。非常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会随时向您汇报我的进展。第9课，厨房必备用品。我喜欢用硅胶刮刀，它非常适合用来刮干净碗里的食物。当然，它也是我最喜欢的厨房用具之一。它非常灵活，可以轻松刮干净每一滴面糊。没错，再也不会浪费珍贵的食材了。此外，它还耐热，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。没错，您可以放心用它来搅拌热的食材。你试过用它来翻拌食材吗？是的，它非常适合轻轻地将打发的奶油或蛋白拌入面糊中。我同意，这样能使混合物保持轻盈蓬松。没错，而且它也不会刮伤碗。你觉得这些不同的颜色怎么样？我喜欢它们的多样性，它们能让任何厨房都焕然一新。我有一个红色的和一个蓝色的，它们让烘焙充满了节日气氛。真有趣，我的收藏里也有一个亮绿色的。听起来真棒！你还有其他特别喜欢的厨房用具吗？我也很喜欢我的打蛋器，它非常适合用来搅拌面糊，使之顺滑均匀。打蛋器是必备工具，没有打蛋器，我简直无法想象烘焙。我也是。那量杯呢？当然，精准的剂量在烘焙中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我更喜欢透明玻璃的，它们很容易读取数据。我也喜欢这些，它们也很适合在微波炉里融化黄油。真是个巧妙的用法。那搅拌碗呢？我更喜欢不锈钢材质，它们坚固耐用，而且易于清洁。我同意，而且它们不像塑料那样会残留异味。说到清洁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清洗工具的方法？我通常手洗它们，以确保它们更耐用。这是个好习惯，我尽量避免用洗碗机清洗我的硅胶铲。是的，如果保养得当，它们可以使用更长时间。听起来我们俩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厨房必备品。没错，这些工具让烘焙变得更加有趣。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们今天能用它们创造出什么。第10课，旧货店淘宝。看看这件外套，它只卖30美元。真是太划算了，看起来品相极佳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在旧货店能省下这么多钱。没错，每次来都像是一场寻宝之旅。我总能在这里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我也是。你还记得我们找到那台老式唱片机的那次经历吗？
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我们测试的时候玩得可开心了。是的，而且就它的年代而言，音质出乎意料的好。我想知道今天还有哪些隐藏的宝藏在等着我们去发现。让我们一起探索吧，说不定转角处就有另一个惊喜发现。你在这里买过的最好的商品是什么？我曾经只花了$15就买到了一个漂亮的陶瓷花瓶。听起来真不错。你是用它来插花的吗？没错，它瞬间让我的客厅亮堂起来了。我也很欣赏二手购物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。没错，这确实是回收利用和减少浪费的好方法。此外，你经常会发现一些物品背后有故事。是的，每一件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这使它们显得格外珍贵。我喜欢想象一件物品之前去过的地方。我也是，它能为我们的家增添个人风格。你有没有后悔买过什么东西？只有当我买了一件洗了一次就缩水的衬衫时，才发生这种情况。这总是令人失望的。不过至少你从中吸取了教训。没错，现在我总是先查看保养说明。明智之举，我们继续寻找吧。谁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呢？同意，每个货架通道都蕴藏着冒险。即使我们一无所获，至少我们一起探索的过程也很有趣。第11课：时事与公众舆论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条消息似乎意义重大。确实如此，我想知道这会对公众舆论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。这可能会改变一切。人们往往会被突发新闻左右。没错，公众观念的转变可能既迅速又剧烈。我注意到社交媒体在塑造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没错，现在信息传播速度太快了。你认为这次活动会动员人们采取行动吗？这并非不可能，此类事件往往会激发抗议和运动。我希望这能带来积极的改变。没错，行动主义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向善力量。但有时，人们的反应可能会褒贬不一。没错，并非所有人都会对最佳行动方案达成一致。你认为政界人士会如何回应？他们很可能会调整宣传信息，以迎合公众情绪。这很合理。他们想保持对选民的吸引力。是的，他们经常会根据公众的呼声做出反应。我想知道这是否会影响下次选举的投票率。很有可能，积极参与的公民更有可能投票。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受到鼓舞，积极参与。他们有潜力产生重大影响。看到大家对这些话题展开如此热烈的讨论，令人鼓舞。的确如此，
这样的对话可以提高人们的意识。让我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。当然，在当今世界，及时了解信息至关重要。我很乐意和您讨论这些问题。第12课，探索职业。想象一下，自己是一名工厂工人或一名渔民，这两种职业截然不同。的确如此，每一种情况都有其自身的挑战和回报。如果我是一名工厂工人，我可以做衣服或者建造桥梁。太神奇了，这么多产品都来自工厂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是的，而且制造过程中所需的精度令人印象深刻。没错，工厂里的每个环节对最终产品都至关重要。那么渔民呢？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独特。当然，钓鱼需要耐心和对海洋的了解。我一直很钦佩他们的韧性。是的，他们面临着变幻莫测的天气和长时间的工作。你能想象拉起一网鱼的情景吗？那肯定是个相当大的锻炼，需要力量和技巧。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最佳拍摄地点。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往既依靠直觉，也依靠科技。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令人印象深刻。当然，每个职业都有其自身需要掌握的技能。工厂工人也会适应新技术。没错，自动化正在改变工厂的运作方式。思考工作如何随着时间演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当然，新工具改变了工作方式。你觉得哪种职业最吸引你？我非常敬佩建筑师，他们设计的空间塑造了我们的生活。建筑师创造环境，而工厂工人创造产品。没错，每个角色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。我很欣赏我们工作世界的多元化。没错，它提醒我们，每份工作都有价值，无论它多么不同。我们的谈话让我深受启发。第13课，职业选择。思考不同的职业很有趣，例如当工厂工人或渔民。的确如此，每个职位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回报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会更喜欢哪一个？我想我会喜欢当渔夫，与大自然打交道很有吸引力。听起来真令人神清气爽。想象一下清晨在水边的惬意时光。是的，而且我还可以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。那么，对体力的要求如何呢？钓鱼可能相当费力。没错，但我喜欢运动，运动能让人保持健康。说得对，这样你晚餐就能吃到新鲜的鱼了。当然，这将是这份工作令人欣喜的福利。
另一方面，当工厂工人也有他自身的优势。是的，比如稳定的工时和可靠的薪水。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可以做，比如组装产品。没错，你也可以从事质量控制或维护方面的工作。工厂工作的多样性令人着迷。是的，现在有些工厂甚至专注于可持续发展。这是一个很棒的趋势，它表明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发展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工作岗位正在适应现代需求。说到工作，你有没有想过从事桥梁建造工作？那将是一份非常棒的职业，工程学的影响力太大了。架桥能从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连接社区。是的，这需要创造力和技术技能，我很欣赏这一点。我非常想亲眼看看一座桥从无到有是如何建造起来的。那一定很精彩，所需的团队合作一定非常出色。每个职业在社会中都有其自身的作用，不是吗？当然，每项工作都以不同的方式为大局做出贡献。欣赏他人的工作非常重要。是的，无论是在工厂、水上还是建筑工地，每个岗位都有其价值。我同意，让我们向所有辛勤工作的人们致敬。